我是瓜皮儿，绿箭侠第3季前情提要。星城，一座犯罪都市，奥利弗在这里肩负起以暴制暴的兜帽男。仅凭这样，他无法拯救这座城市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换个身份，换种存在，成为人们需要的英雄——绿箭侠。小舅子洛伊也加入了小队，成为红箭，而西亚投靠了亲爹马尔科姆。在解决萨若跟刺客联盟的事情后，丧钟卷土重来，不仅谋害了奥利弗的母亲莫伊拉，还让这座城市陷入了绝境。奥利弗付出了巨大代价，才将他绳之以法，囚禁在炼狱之中。大战转眼过了5个月，绿箭小队已经成为了星城的代名词。有了他们的帮助，犯罪率直线下降，无非只剩2种罪犯，一种已经被抓捕，一种在被抓捕的路上。奥利弗他们更是用了1个通宵，把市里头号犯罪团伙一网打尽，天蒙蒙亮才返回地堡。如今的奥利弗早已不是奎因集团 CEO， 刚刚破产的他只能住在地堡里。费利西蒂要为了生计出去打工，现在的小队可以说是穷困潦倒。唯二的好事就是莱拉怀了孩子，用不了多久迪哥就要当爹了。奥利弗除了羡慕只剩祝福，要知道他刚破产就恢复了单身。男人腰包里没钱就没自信，对费利西蒂的真心是瞒不过迪哥的。想要约会要趁早，别等我儿去高考啊！出自迪哥经典语录。另一件好事关于昆汀，与丧钟的决战让他俘获民心，警局里所有人都敬畏昆汀。今天是他升职局长的好日子，昆汀自然不会忘了老伙计绿箭侠。他以星城警局领导人的名义宣布，从此撤销关于绿箭侠的所有控诉，并且承认绿箭侠的合法身份。这意味着奥利弗再也不用躲躲藏藏的去打击罪犯，几家欢喜几家愁啊！罪犯们听了这个消息，无疑不是血压飙升。这一下，警方和绿箭侠展开合作，矛头全都指向了自己。一个效仿伯爵的男人站了出来，由赛托改造的迷魂，堪比低配稻草人。受害者将看到此生最害怕的形象。赛托领导了一批罪犯，准备起义。参加完升职庆典后，奥利弗主动找费利西蒂约会，两人还商量着怎么从董事会那边拿回应有的股份。不过费利西蒂要去上班，详细的晚上再谈。到了夜里，绿箭侠小队再次出动维护治安。费利西蒂在电脑城里一边工作，还开小差跟奥利弗商量着晚餐吃什么。两人的注意力有一半都放在约会的主题上，跟昆汀搭配着解决了罪犯。奥利弗直接申请下班去约会，费利西蒂这边也准备接待最后一个客户就走人。身穿素衣的精神小伙雷跑到电脑城想买点东西用在研发方面，而且他还清楚知道费利西蒂曾担任奎因集团的 IT 部主管，出于好意打算介绍个老板给他认识。简单的交流了一下就匆忙下班，女孩需要时间打扮，不像奥利弗换身衣服就行。奥利弗借着夜色溜进饭店，下个楼的功夫收起装备换西装，藏好了背包才坐进餐桌。跟费利西蒂认识了这么多年，头一次约会，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，熟人更不好下手。最近这段时间，奥利弗总是思考，身为一个英雄，如果拥有了爱情，就等同于有了弱点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不是英雄还这么想的话，那你就是个渣男。奥利弗撩妹的时候已经被罪犯定位，早前他忙着跟费利西蒂电话唠嗑，注意力完全没有放在战斗上，导致他被安放了 GPS 都没有察觉。表白到了最终阶段，一发 RPG 过来，还没来得及感谢老铁的火箭，奥利弗就晕了过去。再醒来，餐厅伤亡惨重，费利西蒂也陷入昏迷。直到罗伊发现了装备上的 GPS， 奥利弗才恍然大悟，心想自己还是别谈恋爱了，分心会让自己失去判断力。警局很快介入调查，1小时后，祖上昆汀直奔对方老巢。打起精神的奥利弗还是翻了船，等他反应过来后，新迷魂已经被注入体内。不一会儿，赛托的脸就变成了自己的脸。奥利弗最怕的人原来是自己，妙在呀！还是昆汀赶来才化解了危机。半年前，昆汀被迷彩击中，落下了后遗症。这病啊，只要安安心心养着，不再去执外勤，就没什么大事儿。昆汀住院疗养的时候，奥利弗重返公司。今天本想着在董事会面前大展风采，结果半路冒出另一个投资者，精神小伙自称雷。几天前跟费利西蒂有过一面之缘，比起奥利弗的感情牌，雷的演讲更加专业，更能说服大众。对他来说，数据代表一切。星城已经遭遇了2次袭击，要想让奎因集团从灰烬中涅槃重生，就需要让集团带领城市迈入新视野。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谁对公司更有利。奥利弗也打了退堂鼓，自己还是老老实实当绿箭侠吧。赛托想要当星城罪犯界的老大，为此他干掉了多个组织，现在只剩最后3个有牌面的社会人。巧的是，他们全部聚集在了竞技场，今晚会有一场重量级拳击比赛。以赛托那个不要脸的作风，肯定要把体育场炸成废墟。
这次行动把迪哥踢出了组队，马上要当爹的人了。奥利弗不想让他有任何危险。距离爆炸只剩5分钟，罗伊赶去拆弹，奥利弗去抓那个沙滩之子。赛托又玩了阴招，只不过这次奥利弗已经无所畏惧。就在这时，萨若杀到，2打2的情况下轻松逮捕赛托。萨若这次回来专门是看望老爹的。另一边，炸弹不走寻常路，根本没有线让罗伊去剪断。距离爆炸只剩不到1分钟，罗伊爬上吊顶，扯断了空调制冷管道，里面的氟利昂很快冷冻了炸弹。完事后，菲利西蒂直奔医院来见莱拉。雷早就定位了他的位置，之前说好了给菲利西蒂介绍了老板，那个老板就是自己。盗窃别人的公司，菲利西蒂不是很想理他。小迪哥今晚出生，没啥比这个更重要。得亏奥利弗提前让迪哥回家照顾妻子，这才没有错过女儿的降生，让罪犯闻风丧胆的绿箭侠小队在婴儿面前无一不是满脸疼爱。只有奥利弗还在纠结该不该跟菲利西蒂正式在一起。他没办法当好绿箭侠的同时又当好奥利弗，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让菲利西蒂彻底心寒。还没在一起就已经分手，前脚刚刚分手，奥利弗就接到了白瑞的电话。他醒了，等奥利弗赶到后才知道了发生的事情。白瑞获得了速度后，想要像奥利弗一样打击罪犯，但身边的人都不信任他。奥利弗告诉他，闪电不是随随便便击中了你，而是选中了你。也相信白瑞能够善用自己的能力去惩恶扬善，化作一道闪电去守护城市。临走前嘱咐白瑞记得戴上面具。就在两人对话的同时，萨拉刚刚跟姐姐叙完旧，罗罗转身离开的下一秒，一个让萨拉再熟悉不过的面孔出现在眼前，紧接着就是致命3剑。萨拉临终前都是一脸难以置信，看着妹妹坠落到面前，罗罗的情绪瞬间崩溃，瞒着父亲把妹妹的尸体带到了奥利弗面前。行凶之人到底是谁，能让萨拉死不瞑目呢？奥利弗轻轻合上了萨拉的眼睛，此刻的悲伤已经压过了愤怒。好不容易萨拉才回到了他们身边，现在又被人夺走了性命，这件事儿必须瞒着昆汀，不然以他的身体状况很有可能承受不住。奥利弗想联络西亚告诉他情况，可电话怎么都打不通，现场的监控早已被破坏。奥利弗来到现场还原了事发经过，对方一定是名训练有素的弓箭手，技艺也许不输自己。好友陨落，迪哥也不想坐视不管，追查凶手成了绿箭侠小队的第一任务。很快，昆汀联络了绿箭侠，城里最近出现了一个弓箭手，已经有不少人遇难。接过资料后，奥利弗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杀害萨若的凶手。幸好昆汀还不知情，只希望绿箭侠能注意安全。说话间，弓箭手再次行动，又是一个小罪犯被一箭穿心。到现在，小队都琢磨不清弓箭手的动机。1天过去了，西亚还是联络不上，趁上面没人，罗伊私自利用联调局的面部识别系统寻找西亚，没找到西亚，还挨了费利西蒂一顿臭骂。那封信让罗伊开始怀疑人生，西亚至今杳无音信，肯定和自己有关系。这封信必须找机会给奥利弗看看。接了个电话，费利西蒂直奔奎因集团。雷这个人气死个人啊！为了让费利西蒂为自己打工，大手一挥买下了电脑城，今天又收购了奎因集团。现在菲利西蒂只有2个选择：来公司干高级活拿高工资，去电脑城当导购勉强糊口。总而言之吧，上哪儿工作老板都是自己。所谓是霸道总裁爱上我，可现在萨若刚刚陨落，这种言情小说菲利西蒂不太感兴趣，于是他选择第3条路，辞职。晚上，奥利弗寻找各种目击者，祭出一拳碎你蛋。男人慌忙开口：我只看见了一个戴黑面具的人，看起来像是曲棍球面具改造的。奥利弗紧接着一塞炮便联络了迪哥，利用天眼会的系统查到了一个戴面具弓箭手，名叫西蒙，是个雇佣兵。菲利西蒂迅速定位了他的位置，复仇的时机终于到了。奥利弗直奔男人所在地，2个骑兵骑着摩托较量剑术，打的是难舍难分。奥利弗输就输在不想下死手，西蒙最终逃走。现在没时间去反思自己，得尽快从受害者那边寻找线索，追踪西蒙。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崩溃边缘徘徊，萨瑞的尸体还在冷冻室里，连下葬的机会都没有。况且所有人都指着奥利弗了结此事。身为老大哥，奥利弗不敢在任何人面前露出伤心之色。他心里一直清楚，总有一天自己也会牺牲。没办法，这就是他选择的人生，而这条路只有一种结局。劳勒这边疯狂的恐吓幸存的受害者，受害者也算是目击者，要是不给自己说点有用的情报，一手妨碍公务指控，直接将男人送进监狱。软硬结合下，问出一个关键线索：所有受害者都曾达成一个交易，建造一个输油管道。话音未落，一支利箭穿透了男人的心脏。地堡这边，罗伊把西亚的信给了奥利弗，本以为等来的会是一顿臭骂，结果奥利弗平静的出席。很快，一众人根据罗瑞的线索展开调查，受害者的这群人企图开发一处世界上最大的油田。
而西蒙受雇佣来阻止这件事儿。这一切和 Sarah 有什么关系呢？唯一的可能就是联盟也插手了这件事儿，可这又不太现实。现在开发商的投资者正在奎因集团参与聚会，此次聚会正是由雷举办的，他聚集了各地数一数二的商人。今天他要免费捐赠出自己的一半的净资产，去造福星城的建设和百姓的生活。在雷的带领下，不少商人都踊跃加入慈善。很快，西蒙冲到现场，在他出手前，绿箭侠小队就已经赶到。奥利弗跃下大楼，步步逼近。第二次的较量，奥利弗直接秒杀男人。而就在这时，劳罗持枪走来，他已经把西蒙当成了杀害妹妹的凶手。等两人一顿盘问，才得知西蒙根本没见过 Sarah， 2天前他还没赶到星城呢。这话劳罗根本不信，接连扣动扳机，然而一发子弹都没有射出。奥利弗早就料想到劳罗会失控，提前把地堡里的枪卸了子弹。事后经过调查才确认，西蒙所说无误。2天前他确实还未到星城，谋害 Sarah 的凶手另有其人。深夜，所有人把 Sarah 安葬在了5年前的墓地中，让他尘归尘，土归土。为了纪念 Sarah， 迪哥准备给自己的女儿取名 Sarah。 当所有人离开只剩迪哥的时候，奥利弗终于可以表现出自己脆弱的一面。他告诉兄弟自己不想死在这儿，菲利西蒂也打算走出阴影，到帕默集团，到那儿去工作。而远隔一个大西洋的马耳他，西亚在这里接受了马尔科姆的倾囊相授。现在他不输给联盟里的任何一个刺客，颇有一股子女成副业的气势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